宗门大比上，万人迷小师弟拿着师尊赠予的本命剑将我打成重伤。师兄，这场比试你要输喽！我抹去嘴角的血迹，尊严被摁在地上摩擦，无论如何也不能输。于是我从储物戒中掏出了 AK47，黑漆漆的枪身展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什么东西啊？进师兄怕不是修为受损魔怔了，竟拿出一块废铜烙铁来！大师兄，您今日若是认输，让出灵芝，那我便手下留情；否则，师弟手中的剑伤到大师兄，可就不好了。我摸了摸 AK47冰凉的枪身，在识海里大吼一声：“你滚出来给我个解释！”宿主，咱们传送错世界了，反正都是做任务，在哪个世界也一样。怎么可能一样？我明明拿的是星际剧本。传送前，系统信誓旦旦去星际位面苟活。为了保命，我耗尽积分兑换了满仓库的飞行器、粒子枪、激光射线炮，连角落都挤满了原子弹和催泪瓦斯，万事俱备。不靠谱的系统竟把我扔到了靠灵力修炼的修真界，白瞎了我的计谋。系统安抚我：武器没规定不能用在修真界，咱们拿的炮灰剧本，撑到剧情结束就算完成任务。凭什么让我当炮灰？干脆一个核弹把宗门夷为平地，要死一起死，谁也别想独活！宿主，你灵根受损，修为再难攻进，而你师弟拿的是团宠万人迷剧本，自然要踩着你，成为所有人心中的朱砂痣。笑死！上个世界我杀丧尸心早硬得像金河，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乖乖当踏脚石，不当炮灰，照样不耽误我苟到大结局。我端起 AK47，冲着万人迷小师弟连开3枪。这把老古董放星际是废铁，但到了修真界，扣动扳机的动静足够把人吓。苏样还没回神，左胳膊已被轰穿，护甲一流才叫呼呼。师尊送的宝贝根本扛不住高频子弹的冲击，他惨叫一声，捂着胳膊瘫软在地。台下的大师姐唐继月瞬间飞身上台，将苏样死死护在怀里。纪星慈，你敢用暗器伤人，还不赶紧跪下给小师弟赔罪！金丹期大佬的威压铺天盖地，压得我全身骨头咯吱作响。我咬紧后槽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师弟输了就是我用暗器，那我要是赢了，岂不是小师弟暗算我？唐继月脸上嫌弃藏都藏不住，就凭你这点微末道行，能打赢谁？小师弟只想要你手里的玉灵芝，你推三阻四，哪有大师兄的样子？这玉灵芝是我从极寒之地九死一生刨回来的，我灵根受损，全指望他救命。苏阳却只为巩固修为这等锦上添花的事，就让师尊借出本命剑帮他来抢我的药。现在全宗门更是戳我脊梁骨，骂我小气。我盯着唐继月那双充满鄙视的眼睛，一字一句回敬：大师姐，是不是贵人多忘事？我的灵根当初是为了救你们才被妖兽伤的。半个月前在秘境，小师弟手欠招惹了妖兽，眼看大伙都要团灭，为了让同门活命，只有筑基期的我拿命去引开了那头怪物。妖兽足足追杀了我1天1夜，也没见哪个同门回来救我一下。最后我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才侥幸捡回一条命，丹田却被毒液彻底毁了。唐继月明显愣了一瞬，紧接着厌恶感更重。明明是你自己学艺不精，难不成还要把灵根受损的账赖在师姐师妹头上？当初被我救下的那群白眼狼，也跟着七嘴八舌的讨伐。就是明明是你修为太低，连个妖兽都杀不掉，还要怪我们怪小师弟。小师弟在逃命路上一直给我们加油打气，甚至还主动拿出灵鹤坐骑载着大家一起跑了。我跪在地上，忍不住冷笑出声，真不愧是万人迷，我拿命引开妖兽，最大功臣竟是一路喊加油的那位。我的笑显然激怒了唐继月，他一脸厌恶的随手一挥，一道灵力瞬间直奔我胸口，金丹威压更是把我死死定在原地。系统非但不急，还一脸欣慰，这就对了，你可是垫脚石，就得被虐到大结局才行。吵死了！我在识海里一巴掌把破系统扇飞，那道灵力在离我胸口半丈时硬生生逼停，一串代码直接拦截并反弹了回去。唐继月还未来得及惊恐，就被反弹的灵力轰飞出10几丈远，他怀里的苏样跟着当了空中飞人，两人狼狈翻滚好几圈才停下。威压骤消，我拍拍膝盖站起，顺手收回肉眼看不见的激光粒子屏障，星际标配的金钟罩，修真界得苦练100年，而我的仓库里足足堆了80个随便用。唐继月伤得不轻，剧烈喘着粗气，根本没看清我如何出手。纪星慈，你到底用了什么阴毒暗器？我两手一摊，一脸无辜。大师姐，明明是你修为太水，怎么能怪我用暗器？有空多练练吧。废物，全场死一般的寂静。30岁结丹的天之娇女，今天居然被我这个灵根废了的筑基渣渣轻松秒了。我居高临下看着唐继月震惊的脸，极其不耐烦。大师姐，愿赌服输，今天你既然输给了我，必须拿出一件宝贝来抵债。唐继月吓了一跳，扯嗓子大喊：谁跟你打擂台了？我没有，我无视他的惊恐，只夺过他的本命剑普及规则。宗门规定上了台就是替一方出战，你刚才动手就是替苏样打，这赌注自然得你来出。一句话噎得唐继月哑口无言，怀里小师弟那委屈模样让他根本无法否认。看着本命剑在我手里把玩，唐继月似是脑补了什么，恍然大悟道：闹了半天，你不就是想要我的本命剑拿去睹物思人吗？就算你当宝贝供着又能怎样？我喜欢的是那种温柔懂事的少年，绝不是你这种心机深沉的毒妇。就算你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我也不会多看一眼。我疑惑抬眼，这种普信的症状多久了？没找个医修治治脑子？习惯拿鼻孔看人的唐继月根本没听懂你说什么意思，意思是啪的一声脆响，
那把灵气逼人的上品宝剑，在我手里直接断成好几截，化作一堆废铁，噼里啪啦掉落地面。而我悄悄收起了掌心里那把星际战场淘汰的粒子枪，不过是把金丹修饰的破铜烂铁，粒子枪稍微发点力就能把它震成8瓣。唐继月的脸肉眼可见的变得惨白，他挣扎着捧起沾满泥土的断剑，满脸不敢置信。我的本命剑，这可是我娘耗费了无数天才地宝给我打造的宝剑啊！我嫌弃的瞥了一眼地上的碎铁块，我确实是在睹物思人，麻烦大师姐以后也能像这把剑一样断成好几截，也好解一解我的相思之苦啊！回到我那偏僻的住处之后，我从储物戒里拿出玉灵芝，慢慢炼化起来。金色的灵力顺着喉咙往下流，我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破碎的灵根正在慢慢修复生长，识海里的系统急得上蹿下跳。宿主，咱们拿的是炮灰剧本啊！你这么高，我还怎么完成任务啊？我不紧不慢开口，任务要求是什么？完成炮灰一生的使命，苟到大结局，等你死了，所有人幡然悔悟，知道以前对你太苛刻，你就顺理成章变成他们心里永远的伤疤。我慢慢吐出一口浊气，把玉灵芝最后一丝灵气也咽了下去。让人幡然悔悟的方式多了去了，我多砍他们几刀，他们身上的伤疤越多，悔悟的就越快越彻底。系统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季星辞，你这个歹毒的东西，给老娘滚出来！我干脆利落的从仓库里摸出一颗手榴弹，拉开引线，在系统惊恐的目光里，毫不犹豫地朝着来人的方向扔了出去。一阵地动山摇之后，门外半天都没动静。过了好半天，才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骂声：季星辞，你居然敢耍阴招！我推开门走出去，看着来人，皮笑肉不笑的开口：原来是二师妹啊，不知道二师妹大驾光临我这破地方，有什么事啊？林婉宁拍了拍身上糊满的泥土，抹了一把脸上的沙尘，顶着一头鸡窝似的头发，再次跳着脚大喊：季星辞，你这个废物！平时看小师弟不顺眼也就算了，居然连大师姐都敢欺负！林婉宁满脸的义愤填膺，身为团宠小师弟的头号迷妹，她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处处都要替小师弟打抱不平，恨不得把天底下所有好东西都捧到小师弟面前。我一脸疑惑的开口问：我这种废物都能打伤大师姐，那大师姐岂不是更废物？你这是在背地里骂大师姐吗？林婉宁瞬间被噎住了，话全堵在了嗓子眼里，支支吾吾了半天，半个字都没憋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恶狠狠地开口：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歹毒的大师兄？处处针对性格柔弱和善的小师弟，简直是把宗门的脸都丢尽了，是吗？我到底哪里歹毒了，让你恨成这样？这话直接把林婉宁给问住了。她刚想开口数落我的种种罪状，可话到嘴边，才发现我好像根本没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事，甚至我还是个为了宗门、为了同门牺牲了自己的人。小到平时把自己的灵丹送给师妹们，大到豁出性命，只为救下同门师兄弟姐妹。那一瞬间的迷茫，并没有让林婉宁幡然醒悟，她依旧一副把我当成洪水猛兽的样子，仿佛跟我多说一句话都能恶心到她自己。她脸上重新挂上了得意的笑容，仿佛笃定了我今天肯定没好果子吃。师尊让我来请你去戒律堂，要把你的罪一起算，我倒要看看今天你怎么从师尊手里逃过责罚。我又瞥了一眼仓库里堆得满满的武器，虽然我还没试过星际武器跟修真界的修为到底差多少，但用来打一个只有元婴期修为的废物师尊，恐怕是绰绰有余了。我转身御剑，朝着戒律堂去了。刚一踏进戒律堂的门，一股威压就朝着我压过来，逼我跪下。师尊那冷得像冰一样的声音从头顶传了过来：季星辞，你蓄意打伤同门，可治罪。我咬着牙顶住威压，一边在仓库里挑挑拣拣，等会儿该用什么武器出手，一边怒声回怼：弟子不知罪，还请师尊明示。唐继月扶着哭红了眼睛的小师弟站在一旁，苏样的胳膊已经包扎好了，里面的子弹早就穿透了皮肉，不知道飞到哪去了，只留下几个吓人的窟窿。他自从入门以来，从来没受过这么重的伤，胳膊里的经脉被打断了一大半，就算伤好了，以后也没法灵活的握剑了。我仓库里的营养液专门治这种枪伤，可我怎么可能拿出来给他用呢？旁边的唐继月早就按捺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师尊叩首：师尊，弟子以前和季星辞有过婚约，可他为人歹毒，实在不是弟子的良配。今天弟子恳请师尊做主，退掉这门婚约，从此以后我和他再无任何关系。说完，他用极其厌恶的眼神扫了一眼我的脸。我听完这句话，满脸震惊，诧异的扭头看向唐继月：你刚才说你要退掉我们俩的婚约？听到我这句带着颤抖的话，唐继月眼里的得意更重了，他脸上重新挂满了骄傲和自负，活像个高高在上的神仙，正低头俯视着我这个卑微的小蝼蚁。那不过是年少不懂事，长辈们乱点的鸳鸯谱罢了。季星辞，你就算再围着我打转，我也绝不会多看你一眼。说完，他含情脉脉地看向了小师弟，只有这天底下最良善的男子才配做我的良人。我脸上的震惊更重了，颤抖着手指向唐继月：你的意思是，我居然跟你有婚约？我居然跟你这种30岁才修到金丹的废物有婚约？唐继月浑身一僵，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话。林婉宁最先反应过来，恶狠狠地插嘴道：你这种歹毒的男人，怎么可能比得过小师弟？大师姐看不上你，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我伸手拍了拍胸口，一脸后怕的开口：这种连我都打不过的废物，白送给我都不稀罕。现在他自己觉得配不上我，主动提出退婚，也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省得拖累我以后漫长的修炼路。整个大殿里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安静。谁都知道唐继月是宗门里的天之娇女，是人人都想巴结的存在，也是宗门弟子辈里的佼佼者。可谁也都知道，我今天没动用半分灵力，就轻轻松松把这位天之娇女打成了重伤。苏样见所有人的目光都停在我身上，用力咬了咬下唇，忍不住啜泣了几声，开口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拉回了自己身上。师尊，都是阿样不好，就为了一株小小的玉灵芝，跟大师兄闹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阿样愿意承受所有责罚。
只求咱们宗门能和和睦睦的，再也没有嫌隙。说完，他还装模作样的跪下磕了个头，然后捂着渗出血的胳膊，疼得直皱眉头。这一番话直接让旁边的几个女人红了眼眶。又是林婉宁这个马前卒，第一个跳出来指着我骂：季星辞，亏你还是大师兄呢，一点大局观都没有，还不如入门才3年的小师弟懂事。我一脸诧异的看着这个脑子不好使的女人，要玉灵芝的是她，把事情搞砸的也是她，到最后背锅的居然是我这个天选炮灰。师尊也冷冷的开了口：季星辞不过是一株玉灵芝而已，为师命令你把它拿出来送给阿阳。我摊了摊双手：师尊，那灵芝我在带回来的路上不小心被妖兽叼走了，徒儿实在拿不出灵芝来。不可能！林婉宁大声嚷嚷起来：明明是你舍不得给，才说什么被妖兽叼走了。既然苏师妹觉得玉灵芝这么容易就能拿到，那不如你亲自去采一株，送给小师弟，怎么样？林婉宁的脸瞬间就白了。玉灵芝长在苦寒之地，那里到处都是妖兽，是个极其危险的地方。她现在骑虎难下，只能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保证，一定会亲自给小师弟采一株玉灵芝回来。苏漾这才破涕为笑，还挑衅的看了我一眼。师尊又开口，给他那宝贝万人迷小师弟出气。季星辞，你身为师兄，不懂得照顾同门，去双寒崖好好面壁思过吧。我这次居然没有反对，高高兴兴的应了下来，转身就离开了戒律堂。苏漾还自告奋勇的送我出来，凑到我耳边，小声的跟我炫耀：大师兄，这整个宗门里，所有人的眼里都只有我，你再怎么斗，也斗不过我的，永远都不会有人站在你这边。我一脸诧异，直接开口回他：不过是一群废物而已，我为什么要让他们站在我身后？我是吃饱了撑的，胜负心泛滥吗？在末世求生了10年，我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废物就该早点死，而不是活着拖累大家的后腿。双寒崖常年都是冰天雪地的，修为不够的人待上一小会儿就会浑身冻僵。我懒洋洋地开启了防护罩，把温度设定成了恒温25度。系统激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开口说道：宿主，您总算老老实实走炮灰剧情了，这就对了。这些星际武器不一定打得过高阶修士，咱们安安稳稳苟到大结局，等所有人都幡然悔悟了，任务就完成了。我压根没理他，我麻溜地掏出扫描仪，很快就定位到了林婉宁所在的位置。爱情的力量可真伟大，他御剑飞得飞快，转眼就到了苦寒之地，那里面守着无数的妖兽。林婉宁硬着头皮闯进了妖兽的地盘，跟一大群野兽厮杀在了一起。他的修为本来就不怎么高，好几次差点就进了妖兽的肚子，幸亏储物戒里带的法器多，才勉强捡回了一条小命。然后带着玉灵芝，慌慌张张的往宗门赶。投影一上，浑身是血的林婉宁正一脸得意的往回赶，系统心里突然又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宿主，你要干什么？我冷冷地笑了一声，既然在这个世界里，爱情能蒙住人的眼睛，那就算林婉宁的修为被废了，她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吧。我倒要看看，是所有人眼里的团宠小师弟重要，还是她这一身能问鼎仙路的修为重要。双寒崖上的结界对星际武器根本没用，我的机甲可以分裂成原子大小，轻轻松松就能穿过结界，再重新组合起来。我远程操控着机甲，在半空中飞速掠过，在离林婉宁还有几丈远的地方，突然化作一道灵光，狠狠朝着她的胸口打过去。林婉宁一点防备都没有，发出一声惨叫，就从半空中掉了下去，昏迷在了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里。机甲这才凝聚出机械手，把她全身上下仔仔细细搜了个遍，连藏东西的重点部位都搜了好几次。系统捂着眼睛，脑子里冒出一堆乱七八糟的想法，开口嚷嚷：宿主，你要干什么？抢劫啊？你看不到吗？生怕漏了什么好东西。我果断让机甲开启了激光扫描，透视图看得清清楚楚，除了他藏在胸口的玉灵芝，他身上剩下的法器灵物全被我一扫而空，就连他兜里仅剩的2块下品灵石都没放过，真可谓是蝗虫过境，寸草不生。抢完东西之后，机甲的机械手毫不留情地捣毁了林婉宁的经脉和气海丹田。到了这个地步，除非我拿出营养舱，再配上玉灵芝双管齐下，否则林婉宁在这修真界这辈子都只能是个废人了。干完这一切，我才慢悠悠地回过神，接过机甲带回来的玉灵芝，直接炼化服下了。1天之内连续服下了2枚玉灵芝，我的修为大涨，几乎已经能和大师姐正面抗衡了。这个时候，我只觉得后悔，刚才应该多激几个人一起去采玉灵芝的，这样我说不定能多抢几分。抢劫可比自己去采快多了。自从我的灵根受损之后，林婉宁不止一次跳出来大喊大叫，不就是灵根受损了吗？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必这么咄咄逼人？连颗玉灵芝都舍不得拿出来，半句都不提。当初是我引开妖兽救了他一命的事，现在修为被废的人变成了他自己。我想，我这位二师妹应该也很大度，完全不会介意自己的修炼之路走到了尽头，变成修真界里人人都能欺负的废物。在来这个世界之前，我拿的要么是大男主剧本，要么是恶毒男配剧本，想让我当炮灰当垫脚石，门都没有。在双寒崖被囚禁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丰富多彩，短短3天我就刷完了17部新上映的电影。直到这个时候，宗门里才发现不对劲，因为林婉宁已经3天没回宗门了。唐继月急得不行，赶紧派弟子出去寻找。这修真界既没有定位仪，也没有摄像头，弟子们足足找了5天，才把只剩一口气的林婉宁背回了宗门。她身上的伤口早就结了痂，经脉乱得一塌糊涂。小师弟看到浑身是血的二师姐时，第一反应就是尖叫一声，吓得直接扑进了大师姐的怀里。林婉宁是在第2天下午才醒过来的，浑身的经脉像被刀割一样疼，丹田更是一片枯萎。修炼了这么多年的她，一瞬间就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她疯了一样大吼大叫，好几个师妹都摁不住她。苏漾硬着头皮上前哄她，语气僵硬的开口：二师姐，师尊一定能修复好你的经脉的，你别难过。话里避重就轻，绝口不提灵根修复的事。林婉宁疯了一样摇着头，用已经使不上力气的手死死攥着苏漾的肩膀，把他当成了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小师弟，我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的，你不能不管我，你快去给我找玉灵芝来，我的灵根说不定还有的救。苏漾怎么可能肯去苦寒之地冒险？在宗门里，身为团
团宠万人迷的他，向来是要什么有什么，只要动动嘴皮子，就有一群人把我这个炮灰拖出来，给他当垫脚石，替他卖命。二师姐，玉灵芝生长的地方太危险了，我修为这么低，怎么可能采得到灵芝？就连师尊都不敢轻易去那个地方。林婉宁彻底疯了，你凭什么不去？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灵根被毁？你必须去给我找玉灵芝来。苏漾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吼，还是被一个修为被废的备胎吼。在宗门里被宠了2年的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一瞬间，苏漾也耍起了大少爷脾气。是你自己要去采玉灵芝的，又不是我逼你去的。就算你的灵根修好了又怎么样？你的经脉全毁了，灵根修好了，你也还是个废物。放在以前，苏漾或许还愿意吊着二师姐这个备胎，可现在林婉宁没了修为，修炼之路已经走到了头，他自然就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转而投向了修为更高的大师姐和师尊。林婉宁整个人像是被定在了原地，她未来的凄惨处境被苏漾就这么赤裸裸的揭开了。你居然嫌弃我是废物，从你入门开始，我处处站在你这边，为你着想，现在我修为被废了，你居然嫌弃我。他刚说完，我就慢悠悠地走进了二师妹的厢房。苏漾眼珠子一转，立马把矛头对准了我。大师兄，你居然还有脸来？要是你当初把玉灵芝送给我，二师姐怎么会为了我去采灵芝，落得个修为被废、经脉寸断的下场？旁边的几个师妹也纷纷跟着附和，只有躺在床榻上的林婉宁半点都没被鼓动，反而歇斯底里的开口：苏漾，明明我是为了你才去采灵芝的，你居然还想把锅甩到大师兄身上。苏漾这下总算找到跟林婉宁翻脸的理由了，立马红了眼眶，含着泪开口：二师姐，你居然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我，要不是因为大师兄，你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再也不管你了。说完，他就哭着跑了出去，身后一群师妹赶紧追上去哄他。狭小的厢房里只剩下我和林婉宁2个人。林婉宁拖着一身伤，跪倒在我面前，哭着向我恳求：大师兄，你一定能帮我找到玉灵芝的，对不对？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对不对？我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这个颓废的女人，瞬间就想明白了一件事：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人被书本里的意识束缚住，他们都有正常的脑子，会自己思考。以前他们觉得我歹毒，不过是靠着牺牲我去小师弟面前邀功罢了。我这块垫脚石，他们越用越顺手。至于我本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歹毒，又有什么关系呢？等到真的落了难，连林婉宁都知道能帮他的人只有我，不惜跪倒在我面前求我。所谓的团宠，不过是一群人资源够多，每天吃饱了撑的，给自己找个乐子罢了。一旦平衡被打破，灾难降临，什么团宠全都烟消云散，人永远只会优先考虑自己的死活。系统在我的识海里欢呼雀跃，开口说道：宿主，现在可是个好机会啊！你的储物界里还有好多玉灵芝，拿一株出来做个好人，等到大结局，林婉宁一定会后悔以前对你做的那些事的。我的储物界里躺着几10株玉灵芝，是机甲削平了苦寒之地的半个山头，再用机械手帮我采回来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转头看向二师妹，师兄有个东西要送给你。林婉宁的脸上瞬间露出了极度渴望的神情。我伸手掏出了一大堆玉灵芝，还有一件件的灵石和法器，甚至还拿出了几滴营养液，倒在了自己的手背上。手背上那道狰狞的剑伤，居然肉眼可见的开始愈合了。星际世界的药，至少比这修真界先进了5000年。林婉宁眼睛都看直了，满脸都写满了惊喜。多谢师兄赐药，以后不管师兄有什么吩咐，师妹我定肝脑涂地，在所不惜。话音刚落，我就从储物界的角落里摸出了几枚铜板，递给了林婉宁，然后当着她的面把灵芝和法器又全都装回了储物界里。谁告诉你我要给你赐药了？赏你几个铜板，就算是可怜你了。师尊已经下了令，你的修为和经脉都已经废了，早点收拾东西，滚去外门当洒扫弟子吧。系统在识海里疯狂大喊：宿主，您就可怜可怜我，好好做任务吧。我这不是一直在做任务吗？只要我的武器够多，苟到大结局根本不是问题。至于你要的这群人的悔恨，我就问你，他现在后不后悔，恨不恨？系统直接被气晕了过去。乱世先杀圣母，这是我在上一个末世世界里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所以我绝对不允许自己变成一个圣母。林婉宁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满眼惊恐，她死死攥着我的衣角，痛苦地哀求着：大师兄，求求你了，你有这么多灵芝，我只要一颗就好，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还有你的神药，一定能治好我受损的经脉的。砰！黑漆漆的枪口冲着林婉宁的手开了一枪，距离这么近，她的右手直接被打出了一个巨大的血窟窿，骨头都断了，空气中都能清楚地闻到皮肉烧焦的味道。她捂着伤口，在地上疼得滚来滚去。我吹了吹粒子枪的枪口，把它放回了仓库。不就是灵根被废了吗？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二师妹心里只有小师弟一个人，想必小师弟一定会帮师妹找到灵芝的。师兄我就不操这份闲心了。成了废人的林婉宁，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许家会彻底放弃她这个没用的女儿，转而去培养别的庶女，而她也从内门弟子变成了外门的洒扫弟子。这么大的身份落差，足够让她后半辈子都活在无尽的悔恨里。我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到了自己的小院，身后唐继月悄无声息地出现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我迅速后退一步，跟他拉开了距离。唐继月嘴唇动了动，开口问了一句：阿慈，你现在为什么躲着我？他的眼里满是不解和疑惑，仿佛想找回以前那个围着他转的狗皮膏药，继续享受对方含情脉脉的目光。我从仓库里挑了一根小型粒子电棍，攥在了手里。我当然要躲着你，你这种金丹期的废物，阴魂不散的，万一缠上我怎么办？漆黑的夜色都盖不住唐继月脸上的铁青，他冷笑了一声，开口说道：季星辞，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这样就能引起我的注意？在这宗门里，谁不把我当天之骄女，都等着我日后光耀门楣，被我这个筑基期的摁着打。宗门还指望你光耀门楣？宗门已经没落到这个地步了吗？早知道这样，我明天一早就申请离宗，自己找
找出路去。唐继月的脸气得铁青，女人的尊严让他死死抿着嘴唇，突然拔出剑要跟我比试。论修为，我确实打不过他，可要是论武器，今天就算来10个唐继月，我也能打到他跪下喊爸爸。唐继月看样子是想报之前那一剑之仇，一剑比一剑狠，全都朝着我的面门刺了过来。我果断开启了防护罩，然后在他的剑刺到我面前的一瞬间，给电棍通了电。剑是铁做的，天生就是导电的好材料。唐继月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整个人就被贯穿全身的电流电得发出痛苦的哀嚎。要不是他是金丹修士，有修为护体，这么高强度的电压早就把他电得外焦里嫩，明天就能直接下葬出殡吃席了。大师姐！一声惊呼传来，闻讯赶来的苏样扑了上去，装模作样的惊呼着开口：“大师兄，你怎么能对大师姐下这么重的手呢？”我慢条斯理的擦了擦粒子电棍，然后宝贝似的把它放回了仓库。我这是在跟废物切磋，好让咱们的大师姐知道她自己在宗门里到底有多不中用。唐继月接连被我扫了面子，再也忍不住了，厉声开口说道：“季星辞，我好心来提醒你，明天要去幻境试炼，想让你跟我们一起走，也好防备妖兽突然袭击。谁知道你居然这么不领情！既然这样，明天你就别跟我们一起去秘境了。”说完，他脸上又露出了那副惯有的轻蔑神情，笃定的等着我苦苦哀求他，明天带我一起去。苏样瞬间大喜过望，半扶着大师姐，一脸为难的开口：“大师姐，这不太好吧？师兄才刚刚筑基6层，一个人去秘境太危险了。”他心气高得很，哪里需要跟我们这些同门师姐弟一起去？苏样又接着装起了为难：“大师兄，我知道你嫉妒我受同门的宠爱，可你不能意气用事，一个人去涉险啊！我都已经接连2次把金丹期的大师姐踩在脚下了，可他们居然还觉得我是个不中用的筑基修士，难道我也是这本团宠文里的一环？不踩我这个炮灰，他们的团宠剧情就演不下去了。”唐继月安抚了一下苏样，温柔的眼神从他脸上扫过，轻声说道：“阿样，别跟他废话了，我已经跟他退了婚，没有了唐家在背后给他撑腰，他很快就会知道，只有筑基期的修为，在这修真界里到底有多寸步难行。”这句话倒是给我提了个醒，我脚步顿了顿，若有所思地走回了自己的小院。如果只有筑基期的修为，在修真界就寸步难行，那要是我的师姐师弟们都成了没法修炼的废物呢？那他们的日子岂不是更难过？这秘境试炼3年才会开启一次，秘境里头机缘遍地，可危险也遍地都是。唐继月穿的人5人6的，脑袋扬得老高，他就等着我低3下4，求他带我一起进去。可我压根没理他，头也不回地踏进了秘境。他当场就黑了脸，立马带着一群师妹和苏样紧紧跟了上来。秘境里的法器和灵物大多都埋在地底下，光凭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哪有宝贝。我反手就从仓库里摸出了扫描探测仪，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一张完整的透视图直接铺在了我眼前。不管是啥法器还是灵物，图上都给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我把这些都弄完，刚打算动身去找上古灵剑所在的位置，身后就传来了唐继月那副高高在上的声音：“季星辞，我还当你多有骨气呢。”这才进来不到2刻钟，就巴巴地追着我们过来了。我回头瞅了一眼，就看见唐继月带着同门的师妹们，还有吵吵嚷嚷的苏样，正往我这边赶。不愧是宗门里的团宠小师弟，身边的人个个都抢着给他献殷勤。明明是我走在前面，他居然还好意思说我是为了追他才过来的。大师姐，咱们风里的小师妹不就是要修吗？你有空找他讨服汤药，治治你的一想症吧。别见着个男的就觉得人家喜欢你，这么自恋，真不是什么好事。趁着所有人都没注意，我悄悄松开手，放出去一枚小小的瓦斯弹。这弹药比针孔大不了多少，直冲着不远处的妖兽飞了过去。唐继月这下彻底挂不住脸了，张嘴就开始讥讽我：“冥顽不灵，我看你还能硬撑多久？”苏样立马摆出团宠小师弟的乖巧模样，上前温温柔柔的出来劝和：“大师兄，大家也只是关心你而已，你怎么总是不领情呢？我这里有一颗小师妹特意给我炼的丹药，能强身健体，现在我就把它送给师兄你。”说完，他就递给我一个小小的盒子。唐继月在旁边哼了一声：“这么好的丹药，给他吃真是浪费了。”我皱着眉接过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一枚朱黑色的丹药，闻着是修真界很常见的玲珑仙草的味道。就在这个时候，我耳朵里的警报仪突然发出了滴滴的声响，只有我能听见的机械音在耳朵里反复响着：“警报，检测到眼前物品3氧化2砷超标。警报，检测到眼前物品3氧化2砷超标。”这东西学名叫3氧化2砷，在这个修真世界，它俗称砒霜。这玩意儿吃少了会恶心呕吐，吃多了当场就能直接毙命。旁边的要修小师妹立马愤愤不平的开口：“小师弟，这可是我特意送给你的丹药，你怎么能拿来给别人？他也配用？”苏样刚想摆出大义凛然的样子说教，好吊着这个要修备胎，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了妖兽的嘶吼声，而且那声音正飞快地往这边逼近。唐继月瞬间就收起了表情，脸色变得严肃，扭头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下一秒，他的瞳孔猛地一缩，张嘴大吼一声：“是高阶妖兽，快跑！”可修士的速度哪里比得上高阶妖兽？也就一眨眼的功夫，暴怒的妖兽就直接冲到了我们面前。苏样吓得直接躲到了人群后面，慌慌张张的大喊：“大师姐，怎么办啊？这妖兽太厉害了！”唐继月强装镇定，开始发号施令：“季星辞，你去把妖兽引开，我先带着师妹们离开。”我满脸惊讶地看向他，这人的脸皮到底是有多厚？还是我脸上刻着炮灰2个字，让他随时随地都能把我当成可以牺牲的踏脚石？大师姐这么心疼同门师妹，怎么不自己上去引开妖兽呢？唐继月被我拆穿了小心思，脸瞬间红了，还在硬着头皮给自己找借口：“师妹们修为都低，得靠我来保护。你引妖兽比我们有经验，好人全让大师姐你一个人当了，不如大师姐去引妖兽，我来保护师妹们离开，怎么样？”
季星辞，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计较谁占便宜谁吃亏的事吗？我要是占便宜的那一方，保证比你还大气，嗓门比你还高。唐季月没料到我油盐不进，眼看着妖兽一步步越逼越近，苏漾突然惊喜的大喊一声：“我有灵鹤，可以带大家离开。”这灵鹤是师尊送给小师弟的灵物，能带着人飞到半空中去。唐季月瞬间就松了一大口气，小小的灵鹤瞬间变大，脸色惨白的师妹们赶紧爬到了灵鹤的背上。苏漾看了眼宽敞的鹤背，故意装作很为难的样子开口：“哎呀，没有位子了，就剩大师兄还没上来，这可怎么办啊？”唐季月冷笑着看向我，就等着我开口求他。我摆了摆手，毫不在意的开口：“这么寒酸的灵物，待会儿8成得坠毁，就算求着我做，我都不稀得做。我仓库里的机甲1分钟就能飞几千里，比这只血肉长的灵鹤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唐季月的脾气也上来了，很好，既然你们大师兄看不上这灵鹤，那咱们就别多操心了。阿样，咱们走。灵鹤慢慢升上了天空，朝着不远处慢吞吞的飞了过去。妖兽看着到嘴的猎物飞走了，狂嚎一声，张开血盆大口就冲着我撕咬过来，结果在离我还有半丈远的地方，直接被激光屏障狠狠弹了回去。我掏出一个小小的声脉仪，一段凡人耳朵根本听不见的音频传进了妖兽的耳朵里。妖兽慢慢停下了攻击，直接双膝跪地，摆出了臣服的姿势。星际位面的声呐能模拟所有兽类的语言，刚才我放给他听的是妖王的声音，所有兽类都会臣服于妖王，这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本能。灵鹤已经飞远了，在我的视线里慢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估计是在了太多人的缘故。本来身姿轻盈的灵鹤使劲扑棱着翅膀，活像一只笨乎乎的大肥鹅。我从仓库里拖出长炮，稳稳架好，炮口对准了天上那只摇摇欲坠的灵鹤。系统在我的视海里抖得跟筛糠似的，扯着嗓子大喊：“宿主，您这是要干什么？干什么？”我狰狞地笑了一声，打开了自动巡航路线，狠狠按下了按钮，一枚炮弹带着破风声急速射了出去，自然是把那群废物从天上给轰下来。我要让这群废物好好看看修真界的这点灵力修为，在高等位面的科技面前就是个垃圾。轰隆，半空中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久违的猎杀感让我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全身上下的每个毛孔都透着舒坦2个字。我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山头，打开投影仪看起了现场直播。本来还在庆幸躲过了妖兽攻击的一群人，突然被不知名的东西攻击，一个个都吓得惊慌失措，尤其是苏漾，慌乱之下居然大喊大叫起来：“都是带着你们，灵鹤才飞不快的，你们赶紧跳下去，都大难临头了，谁愿意跳下去等死？”我的那群废物师妹们个个都死死揪着灵鹤的毛，生怕自己一松手就摔下去。好端端一只养尊处优的灵鹤，硬生生被拔光了半身的毛。炮弹带着定位导航系统，分毫不差地砸在了灵鹤的脑门上，直接把这只仙兽的脖子以上炸得只剩个血窟窿。几个人狼狈不堪地从半空中摔了下来，还没来得及查看自己的伤势，刚才那只妖兽又从旁边跳了出来，直冲着苏漾就咬了过去。苏漾再也顾不上维持平时善解人意的模样，伸手抓过身边的小师妹，就挡在了自己身前，用来抵挡妖兽的攻击。要修小师妹的右臂直接被妖兽撕扯了下来，妖兽叼着胳膊丢到嘴里，嘎嘣嘎嘣地嚼了起来，小师妹当场就疼得晕死了过去。我拍了拍手，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瓜子，慢悠悠地嗑了起来。我身边还放了个液体蚊香，用来驱蚊虫。机甲的机械手正忙着摘树上的野果子给我当零嘴，就连躲在石海里看得目瞪口呆的系统都被我一巴掌扇了出来，哆哆嗦嗦地给我侦查递水。投影仪里厮杀还在继续，修为最高的唐季月没了本命剑，修为大打折扣，也就跟妖兽过了几招，丹田里的灵根就出现了被侵蚀的迹象，跟我当初灵根被毁的时候开端一模一样。至于其他的几位师妹，下场也都差不多，伤的伤，残的残，但没有一个人丢了性命。刚才给妖兽下命令的时候，我特意交代过，绝对不能伤了他们的性命，等这群人变成废物还能活着下来，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心思继续围着团宠小师弟转。妖兽像猫捉老鼠似的把众人都打成了半残，这才心满意足的转身离开了。这群人里也就只剩大师姐还能勉强撑着身子坐起来，还有靠着拿师姐师妹当肉盾，一身修为被毁了大半的苏漾。我站起身，在仓库里翻找了一圈，然后拖出来了一枚原子弹，系统当场就被吓傻了，三魂七魄都在我身边乱飞。宿主，你把这玩意儿拿出来干嘛？这东西威力太大了，幻境都得被夷为平地啊！我仔细看了看几十里外的一处标记，这座山的底下埋着一把上古神器，可惜埋的实在是太深了，不用原子弹给它轰出来，就凭我这筑基期的修为，怕是挖100年都挖不穿这地心。我一脚踹开旁边咋咋呼呼的系统，驾驶着机甲就往标记的位置飞了过去。幻境里青山绿水，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是我在丧尸位面活了10年从来没见过的好风景。然后我面不改色的掏出了原子弹，在自己周身设置好安全屏障之后，把小小的弹头丢到了上古神器所在的那座山头。铺天盖地的猛烈爆炸声瞬间响起，四周全是滚烫的高温浊浪，哪怕我布置了几十层的屏障，都能感受到那能震破心脏的余波。大半个幻境都被原子弹轰得塌了下去，爆炸的中心点更是被炸得啥都不剩，只光秃秃的留着那把上古神器。不愧是上古神器，居然一点损伤都没有。机甲的机械手抓起神器直接丢给了我，估计是原子弹的威力太吓人了，这神器一点都没嫌弃我这筑基期的修为，轻轻松松就跟我完成了认主，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幻境。幻境外面，我的同门师姐弟们情况那叫一个惨，唐季月的灵根肉眼可见的变成了黑色，其他的师妹们残的残，毁的毁，正躺在地上不停哀嚎叫唤。最惨的还是那个要修小师妹，生生没了一条右臂，别说继续修炼了，就算留在宗门里砍柴挑水都没人要。师尊是万万没想到，
他的徒儿们只是进了一趟幻境，出来之后居然变成了这副鬼样子。他这一疯几乎都后继无人了，老毛病一犯，他直接把怒火全撒到了我的身上。季星辞，你身为大师兄，就是这么照顾你的师妹们的，为什么大家都伤得这么重，就你没事？我居高临下的冷冷瞥了他一眼。唐季月低着头，一声都不敢吭。苏漾吓得躲在最后面，连句话都不敢说。没办法，大家都抢着去保护小师弟，才伤成了这副鬼样子。不过嘛，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相信师妹们肯定都甘之如饴，对不对？断了胳膊的小师妹捂着伤口哭得泪流满面。不是的，师尊，是小师弟拉我过去挡妖兽的，我才变成这样的。师尊，求求您给我做主啊！弟子以后还想继续当药修啊！我慢悠悠地嗑了一颗瓜子，我本来能逃掉的，是小师弟把我绊倒，把我推到妖兽嘴边的，我的灵根全毁了。师尊，快救救我！这是三师妹的声音。我吐掉嘴里的2片瓜子皮，说好的团宠呢？怎么一个个都不按套路出牌了？师尊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阴晴不定，也就那个没受伤的小师弟的头号舔狗，还在兢兢业业地走团宠剧情。果然，师尊转了一圈，还是把怒火对准了我。季星辞，你的师妹们都成了这样，为什么偏偏你一点事都没有？这话问的好像我活着成了最大的罪过似的。我面不改色地掏出了那把上古神器，在周围一片艳羡的抽泣声中，伸手摸了摸冰凉的剑身。徒儿忙着进幻境找神器，哪里有空搭理这群废物？师尊的眼睛瞬间就被神器勾住了，脸上的贪婪藏都藏不住，完全忘了自己徒弟们的死活。他好歹是一宗的掌门，只要他愿意，每年都能收无数弟子进封修炼。这群废物不行了，大不了再换一批。废物年年都有，可上古神器那是千年都难得一见的宝贝。季星辞，你居然有这么大的机缘，快把神器交给为师！我反手就把神器收了起来，满脸嫌恶，给你，你也配！周围瞬间一片死寂，所有人脸上的艳羡全都变成了惊恐，看我的眼神就跟看一个死人似的。毕竟元婴期的师尊想杀我，只要一招就够了。师尊已经动了杀心，杀人夺宝这种事在修真界本来就司空见惯。他凝聚起全身的灵力，冲着我就刺了过来，嘴里还高声喊着：逆徒，居然敢忤逆为师的话，你今天要是不交出灵剑，为师就清理门户。元婴后期修士的威压比金丹期不知道高了多少，铺天盖地的灵力冲着我就砍了过来。我不慌不忙的打开了激光防护罩，整整12层的防护罩，师尊这只弱鸡也就打穿了3层就没力气了。他目瞪口呆的盯着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的我，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元婴期的修为居然伤不到我分毫。也是，星际位面的防护罩是隐形的，肉眼根本就看不见，在所有人眼里就好像我不用还手就能轻轻松松扛下元婴修士的全力攻击。我抱着胳膊冷冷的开口：师尊，咱们宗门的规矩，要是弟子打赢了师尊，就能取而代之，不知道这条门规现在还做不作数？无数双惊恐的眼睛齐刷刷的看了过来，把师尊架在高处下不来台，可他骨子里还是没把我这个筑基修士放在眼里。季星辞，你一个筑基期的废物，还敢妄想挑战元婴修士，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今天为师就把你逐出师门，送你这个逆徒早点去投胎。他红着一双眼，凝聚起全身所有的灵力，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击，铺天盖地的灵力把我整个人都裹了进去。那架势像极了幻境里原子弹爆炸时的余波震荡，可他这点修为跟原子弹比起来差得太远了。修士最大的短板就是放大招特别耗费灵力，也就几招就能把身体里的灵力掏得一干二净，想补充灵力还得靠灵根慢慢吸收，烂的黄花菜都凉透了。12层的防护罩这次被击穿了6层，我掏出了粒子手枪，在拿出仓库的瞬间，把枪的外形变成了大家能接受的剑的模样，然后高举着粒子剑，引来了漫天的天雷。在这个修真世界，这可是只有化神修士才能做到的事。我悄悄扫了一眼半空中隐形的雷电仪，这种流水线量产的玩意儿，在星际位面9块9包邮到家，还额外送1块搓澡巾，5张自拍加10个字的好评，还能再返现3块钱。雷电仪一点没掉链子，超高压的电流从半空中引了下来，在一片电闪雷鸣之中，顺着粒子剑全都劈到了师尊的身上，轰隆，大地都跟着震颤起来。师尊这个元婴期的小弱鸡，直接被劈飞了几百丈远，灵根被炸得跟焦炭似的，狠狠摔在地上，吐出了一大口鲜血。周围人看我的眼神更加惊悚了，唯独我的大师姐唐季月是个例外。这个金丹期的废物，眼底满是羡慕和渴望。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对强者的爱慕，我冲着他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唐季月在我心里从来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在星际位面10几岁的孩子都能驾驶机甲深入虫族腹地厮杀，可在这宗门里快30岁都要步入中年危机的他，才刚修出个金丹，去大宗门砍柴，人家都嫌他不够格，妥妥的废柴一个。我戳了戳识海里的系统，想不想看一场团宠大戏？系统抖得跟筛糠似的，大佬怎么看啊？我慢悠悠的从储物戒里拿出了一株玉佛枝，要是说玉灵芝能修复受损的灵根，那效果更好的玉佛枝就能让被毁掉的灵根直接起死回生。我在一群疯狂渴求的眼神里拿着玉佛枝晃了晃，故意装作很为难的样子开口：巧了，我刚在幻境里采到了一株玉佛枝，只可惜就这么一株，到底该给谁才好呢？团宠剧情彻底崩得稀碎。这个时候，就算小师弟身上带10个万人迷光环，都拦不住我的同门们为了这株草疯狂争抢。在这弱肉强食的修真界，每个人都把修为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没有了修为，往后余生就是被人踩在脚底下的蝼蚁，要受尽各种屈辱和不公平的对待，甚至还会变成高阶修士厮杀时的陪葬品。
唐继月第一个反应过来，挣扎着往前爬，张嘴就喊：“阿慈，咱们从小就定下了婚约，我是你未来的妻子，这玉佛枝自然该给我用。”胡说！季星辞，为师含辛茹苦养了你10几年，这玉佛枝该给为师用才对。再说了，唐继月早就提过退婚，你们早就没有婚约了。大师兄，当初我入门的时候，你说过最疼的就是我这个小师妹，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医修，没有了灵根，我还怎么活啊？有那么一瞬间，我都以为拿了团宠剧本的人是我自己。小师弟此刻被挤到了角落里，没有一个人舍得说一句把玉佛枝让给小师弟之类的话。我把手里的玉佛枝轻轻往上一抛，一群人瞬间蜂拥而上，疯了似的争抢起来，最后还是年纪最大、修为底子还在的师尊抢得了上风，一把抓过玉佛枝就吞了下去。等灵草进了肚子里，我才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满脸惊恐的大喊一声：“糟了！小师弟在幻境里送给我的那枚灵药被我融在这株玉佛枝里了。”话音刚落，师尊就被砒霜的毒性侵蚀，哇的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我装作一脸不解的样子，好奇的开口：“这是怎么了？”师尊好歹是元婴修士，再怎么样也不会被一点点砒霜毒死，只是玉佛枝被毒素侵染，已经彻底失去了效用，灵根恢复的希望彻底没了。师尊怒极攻心，居然抬手一掌劈向了旁边瑟瑟发抖的苏漾。团宠小师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接飞了出去，躺在地上，只剩大口大口喘气的粉，奄奄一息。师尊对他一点往日的爱怜都没有了，又扑过来抱着我的腿苦苦哀求：“季星辞，为师的灵根快不行了，求你再给为师一株玉佛枝吧。”我压根没理他的哀求，反而疑惑地抬起头望向了宗门的上空，只见半空中飘着丝丝缕缕的魔气，而且那魔气还越来越浓郁。我仓库里所有的星际武器里根本就没有能释放魔气的东西。系统在识海里疯狂地大喊：“宿主，是本位面的魔尊来了，他的修为比得上大成期的修士。”我眯起眼睛看向不远处那团正在移动的黑影，只见魔界的女尊从天而降，眼里满是毫不掩饰的轻蔑。本尊感觉到你们玉鼎门这里有极强的能量波动，难道是什么顶级神器问世了？这话让我瞬间恍然大悟。刚才在幻境里，我炸了一颗原子弹，那巨大的威力让远在千里之外的魔尊大能都给感应到了。在这修真界，也只有最顶级的神器问世，才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魔尊似乎压根瞧不上这群蝼蚁，尤其是看向抖成一团的师尊时，脸上的轻蔑更重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宗门，他挥手间就能让他灰飞烟灭。魔尊也懒得废话，伸手召唤出魔气，就想屠了整个宗门。我迅速从仓库里拿出了所有的激光屏障，隐形的80层屏障把我团团围了起来。魔尊轻轻松松就击穿了78层，就剩最后2层还布满了裂纹，摇摇欲坠。这才是修真界的修为和星际科技的终极对决。我瞬间打起了12分的精神，把激光枪拖了出来，趁着魔尊还在诧异的空档，冲着他的脑门直接开了一枪。不出所料，激光射线压根进不了魔尊的身，他身边围绕的天罡之气能抵挡一切攻击。一个筑基期的修士居然有这么强的本事。魔尊终于收起了脸上的轻慢，想尽快把我击杀掉。他周身的魔气越来越浓郁，胆子小些的宗门弟子已经被吓得哭出了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今天要是打输了，整个宗门上下一个活口都留不下。仓库里的武器还剩一大半，我把意识控制器连接到了自己的精神体上，操纵着所有的粒子炸弹和那名微型机器人，不要命似的往魔尊身上的天罡之气上撞。魔和修士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区别，都是靠着体内的气来发动攻击，一旦魔气耗尽，就跟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没两样。魔尊的魔气被铺天盖地的武器攻击消耗得飞快，而我的粒子武器被撞得粉碎之后，在太阳的光能照射下又能重新凝聚成型，继续往天罡之气上撞击，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多得像打不死的蟑螂，浩瀚的像漫天烟尘。魔尊体内的魔气已经耗掉了一大半，他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想凝聚剩下的所有魔气，给我来个致命一击。就是现在，魔气离我还有几丈远的时候，我的身形在原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隐身仪早就带着我飞出了几十里以外，然后又瞬间出现在了魔尊的身后。10颗原子弹被机甲带着飞到魔尊身边，同时引爆80道屏障，稳稳隔开了足以气化一切的高温热流。魔尊瞬间就灰飞烟灭，连个渣都没剩下。我也终于松了一大口气，在所有人无比崇拜、无比敬畏的眼神里，无奈的往仓库里看了一眼，武器已经剩的没多少了。就在这个时候，识海里的系统又开始拼命大喊：“宿主不好啊！咱们在修真界大量使用了星际位面的武器，天道已经极其不满了，要求您立刻脱离这个世界。”我当场就炸了，怒吼出声：“我能不能把这天道给打死？”不行啊，宿主，他能直接没收您所有的武器，何况您在这个位面原本的结局就是魔尊和高手对决的时候，不小心把您一起给弄死了。您刚才和魔尊交锋，已经提前触发了原定的剧情。行吧行吧，我这人最识时务了，马上就去赴死。系统显然不信我会这么轻易就愿意走剧情。宿主，您真的要老老实实走剧情？当然愿意，不过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场戏。在我小声的交代下，系统不情不愿地答应了。我这才把目光转向了地上那群缩成一团的废物。唐继月这棵墙头草第一个反应过来，激动地大喊出声：“季星辞，你的修为是突破大成期了吗？居然能把魔尊给斩杀了！我马上就回唐家，告诉我娘，咱们选个吉日，马上成亲。”苏漾捂着伤口，气得大怒：“大师姐，你昨天明明说过要娶我的，怎么变心变得这么快？娶你？”唐继月满脸嫌弃地瞥了他一眼：“你入门都2年了，连颗金丹都修不出来，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我在旁边啧啧2声，说的就跟我能看得上他唐继月似的。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天道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必须尽快脱离这个修真界，前往星际世界做任务。我抬头看向了虚空之中，在那里，系统生成了智能 AI 模拟影像，看起来
跟真的天道降临一模一样。我微微一笑，悄悄把粒子灯缠在了衣服里面。接通电源的那一瞬间，我的全身上下都泛起了淡淡的荧光，原本吵吵闹闹的现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隐形的飞行器拉着我慢慢往半空中升了上去，这一幕像极了修士渡劫飞升，羽化登仙。要知道，这修真界已经上万年没有修士飞升过了。一道苍老的声音从半空中飘了下来：祭星祠，可愿飞升成神？我看着在那装模作样的系统，强忍住笑意，一字一顿的开口回道：弟子愿意。玉鼎门的弟子们瞬间全都跪倒在地，不知道是谁激动的喊了一声：是天道的声音！祭师兄被天道选中，要飞升成神了。所有人都陷入了疯狂，这可是数万年来所有修士梦寐以求的飞升啊，就在眼前发生了。那道苍老的天道声音继续响了起来：你若有师尊，可与你一同飞升，前往神界。我的师尊瞬间就陷入了癫狂的喜悦之中，跪着往前爬，疯狂地磕头：弟子是祭星祠的师尊，弟子是……我直接出声打断了他，弟子之前已经被逐出师门，早就没有师尊了。那道声音又接着说：你若有妻子，也可随你一同飞升，弟子早就被人退婚，如今孑然一身。那天道的声音又接着问：那你的同门师姐弟既已被逐出师门，又何来同门一说？那道苍老的天道声音装作若有所思的样子：既然如此，那你便一人飞升成神吧。识海里的系统正装腔作势的宣判，我听着差点没忍住笑出声。那声音顶着天道的名头，听着又威严又空荡。7天之后，神门就会大开，这7天里，你可以选一个人跟着你一起进入神境。这话刚说完，底下那群人直接像被雷劈了似的，尤其是我那位好师尊，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干干净净，转眼又涨得满脸通红。他往前跪着挪了几步，对着我所在的方向结结实实的磕了一个头：星祠不，神君，弟子有眼无珠，求神君饶了我。唐继月也跟着反应过来，他脸上那副骄傲自负的样子瞬间碎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近乎扭曲的渴望。阿慈，不，祭星祠，你不能一个人走，我们有婚约的。我慢悠悠地从半空中落下来，脚尖轻轻碰了碰地面，飞行器带起来的微风吹乱了他们满头狼狈的头发。我走到师尊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7天啊，我故意拖长了语调，装出一副认真琢磨的样子，时间还多着呢，不急。说完这话，我头也不回地往自己那破小院走，身后跟着无数道又烫又复杂的目光。我心里门清，这7天肯定会特别有意思。回到小院之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仓库里拖出张舒服的躺椅，又搬来一台全息投影仪，放起了星际最新的战争片。系统在我识海里吓得浑身发抖。宿主，您就这么直接看片了？不然呢？等着他们来给我哭丧。这话刚说完，院门就被人砰的一声撞开了。我那位好师尊，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元婴修士，此刻正直挺挺站在门口。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脸上硬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星祠为师，我来看看你。我眼皮都没抬一下。有事。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天大的决心。你这院子太乱了，我帮你收拾收拾。说完这话，他真的卷起了袖子，用法术清理院子里的杂草和灰尘。一个堂堂元婴修士，跟灵力不要钱似的，全耗在打扫卫生上了。我翘着二郎腿，喝着营养液，看得津津有味。没过多久，唐继月也来了。他看见正卖力打扫的师尊，先是愣了一下，跟着脸上闪过一丝鄙夷，可他很快就调整好了表情，扭扭捏捏地走到我面前。阿慈，你一个人在这儿，多无聊啊！他一边说，一边从储物戒里拿出一盘水灵灵的灵果，这是我特意给你找的冰心果，吃了能清心静气。我扫了一眼那盘果子，放那儿吧。唐继月咬了咬嘴唇，见我没什么反应，又往前凑了凑。阿慈，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最喜欢跟在我身后，你说过以后要娶我，要一辈子对我好。我终于把目光从投影仪上挪开，看向了他。记得啊，我点了点头。我还记得前几天有人当着全宗门的面说要跟我退婚，还说我心思歹毒，配不上他。唐继月的脸瞬间就白了。我那是被苏样骗了，我心里一直是有你的。我挑了挑眉，那你去帮师尊一起打扫吧，他一个人好像忙不过来。唐继月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站在原地没动。我重新躺回躺椅，淡淡的开了口，不愿意就算了，反正想抢着打扫的人多的是。下一秒，唐继月就冲到院子另一头，跟师尊抢起了活干。两个曾经身份尊贵的女人，为了个扫地的机会，差点当场打起来，可真是太精彩了。到了第3天，苏样也来了，她被人搀着过来，脸色惨白，胳膊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一看见我，她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眼泪说掉就掉。大师兄，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懂事，处处跟你作对，求你原谅我。她哭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仿佛肝肠寸断。大师兄，我知道你最好了，你心肠最软了，你带我走吧，我愿意当牛做马伺候你。我看着他，忽然笑了，当牛做马。我指了指院子角落那堆的像小山似的柴火，去把那些柴劈了。苏样直接愣住了，他一个被宠坏的少爷，十指不沾阳春水，哪里干过这种粗活？更何况他现在还是个伤员。大师兄，我身上有伤，那算了。我摆了摆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苏样一看这情况，当场就急了，他连滚带爬扑到柴火堆前，抄起斧头，用那只没受伤的手笨手笨脚地劈起了柴，一下两下，斧头好几次都差点砍到他自己的脚。我看得直摇头，真是个废物，连活都干不好。第4天，天刚蒙蒙亮，我院子里的杂草早就清干净了，连地砖缝里的青苔都被师尊用灵力震成了碎末。唐继月正给我的躺椅擦扶手，动作轻得不行，仿佛在碰什么稀世珍宝。苏样蹲在院子角落，对着劈好的柴火发呆，他那只没受伤的手磨出了好几个水泡，眼神空洞洞的。这幅场面可比星际战争片有意思多了。就在这时，几道凌厉的剑光划破天空，稳稳停在了我的小院外面。
面，带头的是个留山羊胡的老头，穿一身青色道袍，修为在元婴中期，身后跟着几个其他宗门的长老和弟子。玉鼎门重鼎，闲人免进。山羊胡老头声音洪亮，带着一股不容反驳的威严。他的目光扫过院子里，看见正在擦椅子的唐继月和正在清理石桌的师尊时，整个人直接愣住了。清月掌门，继月仙子。他使劲揉了揉眼睛，满脸都是不敢相信的样子。清月掌门可是玉鼎门的宗主，在北地修真界也算响当当的人物。唐继月更是年轻一辈里的顶尖人物，是无数宗门抢着想联姻的对象。现在居然一个在扫地，一个在擦椅子，师尊的身体瞬间僵住，脸上的血色一下退得干干净净。唐继月握着抹布的手停在半空，指节用力到都发白了。这可是他们最不想被外人看见的场面。我从躺椅上坐起来，打了个哈欠。几位道友，一大早闯我院子，有什么事吗？山羊胡老头这才注意到我，一个看着平平无奇的筑基修士，他眉头一皱，语气很冲地问：“你是什么人？清月掌门和继月仙子怎么会在这儿？”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师尊就抢着说道：“这位是祭神君，我等正在侍奉神君，为往日的过错赎罪。”他的声音干巴巴的，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神君！山羊胡老头和身后的人面面相觑，跟着就爆发出憋不住的笑声。清月掌门，你莫不是修炼走火入魔了？一个筑基期的小子也配称神君？就是啊，听说你们玉鼎门在秘境里折损惨重，怕不是被吓傻了吧？唐继月死死咬着嘴唇，差点就咬出血来，这是他这辈子都没受过的羞辱。我懒洋洋地靠回躺椅，淡淡地喊了一声：“唐继月！”唐继月浑身一颤，快步走到我身边，低着头问：“神君有何吩咐？”给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上茶。这三个字像三个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唐继月和师尊的脸上。要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给刚才嘲笑自己的人上茶。唐继月站在原地没动，身体微微发抖。我扫了他一眼，声音还是平平淡淡的：“怎么不愿意？”他身后师尊正用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他。最后唐继月深吸了一口气，从储物戒里拿出茶具，开始煮茶。他的动作依旧优雅，可这份优雅在此时此刻却成了最绝妙的讽刺。山羊胡老头那群人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们看得出来，这根本不是演戏。清月掌门和唐继月是真的怕这个筑基期的小子。再联想到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天道降临，神君择人飞升的传闻，他们心里开始打鼓了。我端起唐继月递来的茶，吹了吹热气，轻轻抿了一口，茶不错。我看向山羊胡老头，几位道友还没说来我这破院子到底要干什么？山羊胡老头的态度瞬间180度大转弯，脸上堆满了笑。听闻玉鼎门有神迹降临，我等特意来瞻仰神君的风采。瞻仰我笑了，我一个筑基修士有什么好看的？神君说笑了。另一个宗门的长老连忙接话：您这是返璞归真，我等凡夫俗子有眼不识泰山。我放下茶杯，目光落在了唐继月身上。说起来，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我慢悠悠的开口：我和继月仙子从小就定了婚约，前几天她不懂事，闹着要退婚，现在想来不过是小女儿家的玩笑话罢。我顿了顿，看着她惨白的脸，一字一句地问：继月，你说是不是？整个院子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在了唐继月身上。这是逼着他当着所有外人的面亲口承认，他之前闹着要退婚的事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他不仅要收回自己说过的话，还要亲手打自己的脸。唐继月的身体晃了晃，仿佛随时都会倒下去。院子角落的苏样正嫉妒地看着这一幕，他心里明白，这既是一场考验，更是一个天大的机会。要是唐继月接下了这话，那他在飞升名额的竞争里就占了先机。唐继月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没有催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半分波澜。足足过了半分钟，唐继月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猛地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眼里全是破釜沉舟的决绝。是，就一个字，却掷地有声。他往前迈了一步，当着所有人的面对着我盈盈行了一礼。继月年幼无知，曾出言顶撞神君，还望神君宽恕。那婚约，继月愿此生信守。山羊胡老头那群人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已经不是瞻仰神迹了，这是在亲眼见证神话。我满意地点了点头，挥了挥手说：行了，都退下吧，别打扰我清修。一群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退出了院子。院子里又恢复了死寂，那几个外宗的人几乎是屁滚尿流地逃走的。唐继月还僵在原地，端着茶盘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师尊直接瘫坐在地上，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我重新躺回躺椅里，继续看我的星际战争片。愣着做什么？我淡淡的开了口：没看见院子里的落叶吗？师尊一个机灵，立刻爬了起来，用灵力卷起地上的枯叶，动作比之前还要卖力。唐继月也回过神来，放下茶盘，走到我身后，伸出微微发抖的手，开始给我捏肩，力道不大，甚至还有些笨拙。我没有拒绝。苏样蹲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幕，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狠意。他拖着受伤的身体，一瘸一拐地走到我脚边，居然想学凡间的小厮给我捶腿。我一脚就把他踢开了，滚远点，别脏了我的地方。苏样摔在地上，不敢有半分怨言，只是默默爬起来，退到一旁，用怨毒的眼神扫过唐继月。你看，内斗的种子根本不需要我亲手去种，只要有足够的诱惑和绝望，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到了第5天，师尊把他司库里藏了上百年的天才地宝，跟流水似的往我院子里搬。新词，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你看看可还喜欢？他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姿态放得低到了尘埃里。我扫了一眼，全是修真界难得一见的宝贝，可惜在我眼里，这些还不如一块高纯度能量石有用，放着吧。唐继月看见这情况，咬了咬牙，居然从储物戒里拿出一支玉箫。阿慈，我给你吹首曲子吧。这首曲子叫《凤求凰》。他把玉箫凑到唇边，幽怨的箫声响了起来。不得不说，不愧是天之娇女，音律功底是真的好，只可惜曲子里的那点情意，假的让我恶心。我打了个哈欠，
直接在识海里屏蔽了声音，继续看我的电影。到了第6天，离神门大开只剩最后1天了，整个玉鼎门都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氛围。我弟小院成了宗门的劲敌，也成了所有人目光的焦点。师尊和唐继月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我，一个负责端茶递水，一个负责煽风捏背。就连苏漾也找到了自己的活计，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本食谱，开始研究怎么用灵芝做出凡人吃的菜肴。虽然做出来的菜一次比一次难吃，可那份殷勤倒是实打实的。他们3个人已经形成了微妙的制衡，谁也不敢离开半步，生怕自己一走，另外2人就得了天大的好处。我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清静，一直到夕阳西下，我关掉了投影仪，从躺椅上坐了起来。3个人的动作瞬间就停住了，他们连呼吸都下意识地放轻了。都过来！我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褶皱。师尊、唐继月、苏漾3个人立刻围了上来，脸上是一模一样的紧张和期盼。神君、阿慈、大师兄，我抬了抬手，制止了他们的话。明天就是最后1天了。我看着他们瞬间亮起来的眼睛，慢慢的笑了。天道有好生之德，不忍见你们就此沉沦，所以给了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我顿了顿，满意的看着他们脸上那几乎要溢出来的狂喜。神君，您的意思是？师尊的声音都在发抖。名额只有1个。我伸出了一根手指，而你们有3个人。3个人的脸色瞬间从狂喜变成了愕然，跟着又染上了深深的忌惮。他们互相看着彼此，眼神里全是戒备和敌意。这要如何是好？唐继月急着开口：“阿慈，你带我走，我才是你的未婚妻。”胡说！师尊立刻反驳：“1日为师，终身为父，新慈最该带走的是我。”苏漾也急了：“大师兄，我修为最低，我最好控制，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可真是吵死了！”我掏了掏耳朵：“别吵了，天道自然有天道的选拔方式。”我环视了一圈这个被他们打扫得一尘不染的院子，很简单，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日出的时候，这个院子里最后一个站着的人就跟着我走。话音刚落，院子里静的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师尊、唐继月、苏漾3个人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他们不敢相信地看着我，又惊惧地看向彼此。最后一个站着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这根本不是选择，这是要他们互相厮杀。神君，你是要我们？师尊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挑了挑眉，你们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我一个人走也挺清静。愿意，我们愿意。3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开什么玩笑？这可能是他们这辈子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别说只是互相厮杀，就算让他们亲手屠尽整个宗门，他们也不会有半分犹豫。我满意地点了点头，很好。我转过身，慢悠悠地走回屋里，顺手关上了门。记住，日出之前，我只要一个结果。屋门关上的瞬间，我听见身后传来了第一声凌厉碰撞的闷响。好戏终于开场了。我启动了房间的单向透视功能，外面院子里的景象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眼前。最先动手的是师尊，他毕竟曾经是元婴修士，哪怕灵根被毁，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他抬手一掌就拍向了离他最近的唐继月。唐继月早有防备，狼狈地躲开了，眼神里全是恨意。师尊，你竟然偷袭，兵不厌诈。继月，你我师徒一场，我也不想伤你，你自废修为，退出吧。做梦！唐继月祭出自己的佩剑，虽然没了本命剑，但金丹期的底子还在。2个人瞬间就缠斗在了一起，而最弱的苏漾直接被他们俩完全忽略了。他躲在最远的角落，浑身发抖，眼珠子却在飞快地转，似乎在找什么机会。我从仓库里拿出1桶星际爆米花，打开了音响，激昂的战争配乐配上外面拳拳到肉的打斗，简直是绝配。院子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曾经的师徒情分在飞升。这个巨大的诱饵面前，薄得像一张窗户纸。逆徒，你竟敢对我动手！师尊的声音嘶哑，他虽然灵根被毁，但元婴修士的底子还在，一招一式都透着狠辣。唐继月狼狈地躲闪着，发髻都散了，脸上满是决绝。师尊，是你先不顾我死活的，这个机会我不会让，就凭你，没有我，你连金丹都结不成，那又如何？现在你不过是个废人。他们的对话字字诛心。苏漾躲在最远的角落，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他看准一个空隙，突然大喊：“师尊，大师姐的剑法好像比以前更凌厉了，您可要当心啊！”这话一出，师尊的攻势更猛了，眼里闪过一丝忌惮。唐继月却顿了一下，他没想到苏漾会突然开口。苏漾又转向他，带着哭腔喊：“大师姐，手下留情，师尊毕竟养育了我们这么多年。”我坐在屋里，差点笑出声。这挑拨离间的手段真是低级又好用。果然，师尊听了这话，以为苏漾在讥讽他年老力衰，下手越发没有分寸。唐继月却觉得苏漾在提醒他念及旧情，会让他分心，心里更是恼怒。2个人之间的打斗再无半分试探，全是奔着废掉对方去的。灵力在小小的院子里炸开，碎石乱飞。师尊毕竟是老牌强者，战斗经验丰富，他虚晃一招逼退唐继月，同时从袖子里弹出一道黑光，那是一枚淬了毒的银针，是他早年间从一个魔修手里得来的阴损法器。唐继月躲闪不及，银针擦着他的肩膀飞过，带起一串血珠，伤口瞬间变得乌黑，一股麻痹感迅速蔓延了他半边身子。你用毒！唐继月又惊又怒。师尊冷笑一声，脸上是胜券在握的得意。成王败寇，修真界什么时候讲过规矩？剧痛和麻痹彻底点燃了唐继月心里最后一丝理智，他不再防守，把所有灵力都灌注在了手里的长剑上。老东西，我跟你拼了！剑光如瀑，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直冲师尊的丹田而去。师尊没想到他会这么拼命，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长剑直接穿透了师尊的小腹。师尊不敢相信地低下头，看着自己腹部的伤口，鲜血正鼓鼓往外冒。他张了张嘴，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
唐继月拔出长剑，也因为用力过猛，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单膝跪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他肩膀的伤口让他半边身子都快没了知觉。院子里终于安静了下来，只剩下2个人粗重的喘息声。一直缩在角落没吭声的苏漾终于动了，他连滚带爬的扑到唐继月跟前，眼泪流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大师姐，你赢了，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他一边哭个不停，一边小心翼翼伸手想去扶唐继月。大师姐，你都受伤了，我这儿有疗伤的丹药，是我求药修师妹专门炼的。他说着就从怀里摸出个小玉瓶，抬手就要往唐继月嘴里送。唐继月满脸警惕，一把打开了他的手，滚开！苏漾被一把推倒在地，他半点没生气，反倒哭得更凶了。大师姐，我就是想帮帮你啊，我知道我没用，就是个废物，我根本不配跟你们争什么的。他整个人趴在地上，哭得连气都快喘不上来了。我认输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求大师姐飞升之后能念我一点点好就行。他那副卑微到骨子里的模样，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心软。唐继月一直紧绷着的身子终于有了一丝松动，毕竟在唐继月心里，苏漾一直是个没威胁的软师弟，向来都需要人护着。倒在一旁的师尊忽然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冷笑：继月，你真是越来越蠢了。唐继月心里猛地咯噔一下，可苏漾像是被这话刺激到了，他猛地抬起头，眼睛红得吓人，里面全是委屈和怒火。我没有，我就是想帮大师姐，你们为什么都觉得我坏？他一边喊着，一边从地上爬起来，再次朝着唐继月扑了过去。大师姐，你信我，我真的只是想帮你疗伤。这一次他的动作快了不止一点，就在他靠近唐继月的瞬间，我看得清清楚楚，他藏在袖子里的另一只手正攥着一根锋利的冰锥，那是他刚入门的时候师尊赏给他防身用的法器，这东西能瞬间冻住人的经脉，真是好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唐继月现在身中剧毒，灵力根本运转不开，又刚打完一场恶战，正是最虚弱的时候。苏漾这一下要是得手，唐继月绝对活不成。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唐继月眼里闪过一抹狠厉的光，他非但没退，反而迎了上去，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死死攥住了苏漾握冰锥的手腕，同时他张开嘴，狠狠咬在了苏漾伸过来的那只手上。苏漾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手里的玉瓶直接掉在了地上。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向高傲的唐继月会用这种跟凡人打架似的法子反击。你这个贱人，放开我！苏漾疼得脸都扭曲了，另一只手拼命想把冰锥扎进唐继月身上。唐继月死活不肯松口，鲜血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可眼神却亮得吓人。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猛地狠狠一拧，苏漾握冰锥的那只手腕被他硬生生给拧断了，冰锥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苏漾疼得浑身直抽抽，倒在地上不停哀嚎。唐继月这才松开嘴，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抬眼扫了一圈四周，师尊倒在血泊里，眼看就只剩最后一口气了。苏漾断了一只手，缩在地上跟条虫子似的。他赢了，他是最后一个还站着的人。唐继月脸上扯出一抹惨淡的笑，他扶着墙，一步一步艰难地朝我的屋门走来。阿慈，我赢了。他的声音虚得不行，却藏着一丝压不住的狂喜。你该带我走了。我慢悠悠地打开门，往门框上一靠。急什么？我扫了眼院子里躺得横七竖八的3个人，又抬眼望了望天边，太阳还没出来呢。唐继月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他瞬间就懂了我的意思。日出之前，只要院子里还有第2个活口，这场厮杀就不算完。他猛地回过头，看向地上还在哼哼的苏漾和师尊，眼里的杀意藏都藏不住。我是故事，而你是我故事里唯一的真实，比星际的万千炮火和修真界的漫天神佛都更值得我奔赴。唐继月的脸在这一瞬间彻底没了血色，他再一次懂了我的意思。日出之前，这院子里只能留一个站着的人，而现在地上还躺着2个活口。他眼里的杀意像憋到极致的火山，终于找到了喷发的口子。他没有半分犹豫，转过身，拖着一身重伤，一步步走向倒在血泊里的师尊。师尊的丹田被长剑贯穿，灵力早就散得一干二净，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他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弟子走来，眼里没了往日的威严，只剩彻骨的恐惧和怨毒。继月，你不能，我是你师尊啊！唐继月脸上半点表情都没有，他举起手里的长剑，剑尖直直对准了师尊的心口。师尊，是你教我的。他的声音很轻，却比寒冬的冷风还要扎人。修真界本就是强者为尊，成王败寇，长剑狠狠落下，师尊最后的咒骂永远卡在了喉咙里。解决了师尊，唐继月又把目光投向了院子的另一角。苏漾正缩在那里，断了的手腕歪得格外诡异。他看见唐继月走过来，吓得魂都快飞了，连滚带爬的往后缩。大师姐，不要杀我！他哭得鼻涕眼泪呼了一脸，彻底没了往日团宠的体面。我错了，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我再也不跟你争了，你带我走吧。唐继月停下了脚步，忽然笑了。阿漾，你不是最喜欢让别人替你挡灾吗？苏漾整个人都愣住了，今天就当是你最后一次为师姐我扫清障碍吧。话音还没落下，剑光就闪了过去，苏漾的哀嚎瞬间就停了，整个院子终于彻底安静了下来。院子里只剩唐继月一个人，站在3具还带着余温的尸体中间，他身上沾满了血污，发髻散得乱七八糟，肩膀的伤口还在往外渗黑血，整个人狼狈到了极点。可他的眼睛却亮得前所未有的耀眼，他赢了，他是最后的赢家。就在这时候，天边一缕金色的晨光刺破了黑暗，太阳出来了。唐继月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身子晃了晃，差点栽倒在地，可他硬是撑住了，转过身，用那双亮的惊人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房门，他的眼神里混着渴望、期盼，
疲惫，还有一丝藏得很深的属于胜利者的骄傲。阿慈，他开了口，声音哑得跟被砂纸磨过似的。我赢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慢悠悠地推开门，往门框上一靠，院子里的血腥味浓得呛人，可我半点都不在意。我看着他，轻轻点了点头。你赢了，得到我的肯定。唐继月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惨淡的笑，他扶着墙，一步一步艰难地朝我走过来。他走的每一步都像是在走向一个全新的光芒万丈的未来。我们的婚约，他走到我面前，仰起头，还作数的，对不对？你说过有妻子也能一同飞升。他把自己最后的也是最重的筹码全都摆到了台面上。我看着他，忽然也笑了。说起来，我还挺好奇一件事。唐继月愣了一下，好奇什么？你觉得神界是什么样的？我饶有兴致地问他，他以为这是我对他的考验，立刻打起了精神，眼里闪着满满的憧憬。神界肯定是灵气特别足，遍地都是天才地宝，再也没有打打杀杀，还能永生不死。永生不死啊！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在他满是期待的目光里缓缓摇了摇头。可惜啊，可惜什么？唐继月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可惜根本没有什么神界。我摊了摊手，语气轻松的跟聊今天的天气似的，也没有什么天道，更没有飞升。唐继月的瞳孔瞬间缩成了针尖大小。你说什么？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从储物界里摸出那个玩腻了的粒子灯，在他面前晃了晃。那个所谓的天道声音是他模拟的，至于天道降临的影像，用你们能听懂的话说，大概就是海市蜃楼。我顿了顿，看着他那张没了血色、满是不敢相信的脸，嘴角的笑意更浓了。我就是想在离开这个无聊的世界前，看一场热闹的烟花助助兴。而你们，师尊、苏漾，还有你。我伸手指了指他，又指了指地上的3具尸体，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道：你们就是我今晚的烟花。轰！这句话比师尊的全力一击，比魔尊的滔天魔气都更有毁灭性。唐继月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魂魄。骗局，从头到尾全都是骗局。他赌上一切，亲手杀了师尊和同门换来的飞升机会，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笑话，一场只为取悦我一个人的血腥闹剧。不可能！他喃喃自语，疯了似的摇着头。你骗我，你在骗我！下一秒，他眼里爆发出滔天的恨意，把体内残存的所有灵力都聚了起来，嘶吼着朝我扑了过来。纪星祠，我杀了你！我连防护罩都懒得开，只是抬了抬手，从仓库里拿出最开始用的那把 AK47，对准他的丹田位置，扣动了扳机。砰！一声沉闷的枪响，唐继月前冲的身子猛地一僵，他不敢置信地低下头，看着自己小腹处不断扩大的血洞。他所有的灵力，他身为金丹修士的骄傲，都在这一刻跟着那个血洞一起被彻底打没了。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离我的脚尖只有不到半尺的距离。他抬起头，眼里没了恨，也没了骄傲，只剩无尽的茫然和不解。喂，什么？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问出了这句话。我低头看着他，脸上半点情绪波动都没有。因为你挡路了，而且你真的很吵。唐继月眼里的光彻底熄灭了，整个世界终于彻底清静了。我把那把老古董扔回仓库，转身准备回屋收拾我的宝贝。这个世界的任务算是超额完成，是时候该离开了。就在这时候，系统的声音急促的在我脑海里响了起来：警告，警告！宿主大量使用高维科技，已引发位面法则强烈排斥，空间跃迁通道即将强制开启，倒计时10、9、8。我挑了挑眉，行吧，走就走。3、2，通道开启，传送目标锁定，第7星际监狱。祝您旅途愉快，旅途愉快。我看着眼前凭空出现的不停扭曲旋转的空间漩涡，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监狱，这可比修真界有意思多了。我一步踏了进去，身影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玉顶门那座破败的小院和满地的狼藉，见证着一场刚刚落幕的盛大又无声的烟火。我是故事，而你是我在无数个崩坏世界里唯一想要写下的圆满结局。和心梗有3个，分别是降维打击用科技图先，监狱开局硬核求生，还有白月光替身加疯批美人。爆款对标书籍是第1序列，和从红月开始。自我总结部分，本章的核心是重置与立威。主角从一个位面的神，瞬间被重置成新世界的囚犯，制造出巨大的身份落差。通过和长得跟唐继月一模一样的典狱长发生第一次冲突，主角会用微型科技，在不暴露底牌的前提下，完成一次不动声色的反杀立威，从众多囚犯里脱颖而出，同时引出这个星际监狱的真正秘密，为后续的生存和探索埋下伏笔。爽点前置与升级部分，上一阶段的核心爽点是人性斗兽场，我把飞升名额当成诱饵，逼得往日高高在上的师尊、天之骄女大师姐、万人迷小师弟，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机会，撕下所有伪装，进行最原始血腥的内斗。本章的爽点会升级为规则颠覆者，在一个秩序森严、弱肉强食的星际监狱里，主角作为唯一的外来变量，会用科技侧的手段颠覆这个靠身体和原始暴力定尊卑的规则。这种用脑子和技术碾压蛮力的反差，会带来全新的爽感。伏笔回收与延展部分，回收了系统强制传送的伏笔，解释了主角来到这里的原因，延展了唐继月的形象，通过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性格却完全相反的典狱长，制造出强烈的悬念。这到底是巧合，是系统的恶意安排，还是更高维度存在的某种投影？这个假唐继月会成为贯穿星际监狱篇的核心谜题。人设深化与对比部分，深化了主角绝对冷静和超强适应性的人设。面对从神到囚的巨大落差，他没有半分情绪波动，第一反应就是评估现状，清点资源，展现出在末世里磨砺出的生存本能。和他形成对比的是新出场的典狱长，他绝对秩序、冷漠机械的人设会和主角规则破坏者的属性形成尖锐的对立，两个人的交锋会充满张力，空间被撕裂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受。一声闷响，我重重摔在了冰冷的金属地板上。我的第一反应是检查身体，还
好骨头没断。第二反应是清点我的家当，意识沉入储物空间，那堆成山的武器都还在，12颗原子弹胖乎乎的挤在角落，一个都没少。很好，安全感还在。我这才抬起头，打量起四周的环境，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白色罐头，天花板、墙壁、地板全都是严丝合缝的合金，泛着冰冷的光，几十盏照明灯把这里照得亮如白昼，连一丝阴影都没有。除了我，这个巨大的罐头里还零零散散站着几十个人，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囚服，个个身材魁梧，眼神里的情绪各不相同。一个独眼龙舔了舔嘴唇，冲我咧开一个满是恶意的笑。我面无表情的和他对视，在末世里，这种眼神我见得多了，通常下一秒他们就会变成我枪口下的碎肉。就在这时候，一阵清晰又规律的脚步声从唯一的合金门后传了过来，咔嗒一声，门开了，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身影走了进来。那身制服剪裁的特别合体，衬得他身姿格外挺拔，肩章上的银色徽记闪着光，他的手里握着一根闪着蓝色电弧的警棍。然后我看清了他的脸，那张脸和不久前死在我面前的唐继月长得一模一样，连眉梢那颗小小的痣位置都分毫不差。我的大脑有那么一瞬间直接卡壳了，是系统偷懒，连建模都开始重复用了，还是说唐继月也穿越了，还混得风生水起，直接当上了典狱长？不对，眼前的这个女人眼神里没有唐继月的骄傲和愚蠢，那是一片彻彻底底的冰原，冷得不带半分人类的情感，就像一台最高效的精密仪器。她扫了全场一眼，所有囚犯被她看到的瞬间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连那个独眼龙也不例外。最后她的视线落在了我身上，落在了我这个唯一穿古装画风完全不一样的新人身上。姓名，她开了口，声音跟合成的电子音似的，平的没有半点起伏。记新词，编号，没有。她眉头都没皱一下，好像我的回答全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抬起手腕，在一块透明的虚拟屏幕上点了几下，新入狱者，记新词，罪名记录缺失，来源未面，低等修真实践区。她念出屏幕上的信息，然后抬眼看向我。所有囚犯必须进行入狱净化，清除一切外带物品，植入身份芯片，跟我走。清除一切外带物品，开什么玩笑？我的原子弹可是我的命根子。我站在原地没动，我说跟我走。他重复了一遍，手里的电棍发出滋滋的声响，周围的囚犯们脸上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他们见过太多不服管教的新人，下场无一例外都是被这位冷面典狱长电得口吐白沫，然后像条死狗一样被拖走。我的东西不能动，我平静地说出了这句话，在这里你没有提条件的资格。话音刚落，他就动了，他的速度快得惊人，几乎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残影。那根警棍带着破风声，直直地朝着我的肩膀砸了下来。我依旧站在原地没动，就在警棍离我肩膀还有1厘米的时候，我悄无声息地从储物空间里放出了一个比尘埃还小的纳米机器人，它以光速附着在了警棍的内部电路上。滋啦，啪一声刺耳的爆响，那根看着威力十足的警棍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公鸡，蓝色的电弧瞬间就灭了，还冒出了一缕黑烟。它停在了我的肩膀上，软塌塌的，半点力道都没有。整个巨大的罐头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幸灾乐祸的表情全都僵在了脸上。那个独眼龙的眼珠子瞪得比他那只好眼还要大。那个女人也就是典狱长也愣住了，她看着手里报废的警棍，又抬头看了看我，那双冰原似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波动，那不是愤怒，而是困惑。你的玩具质量不太好。我抬起手帮他把那根废铁从我肩膀上拿了下来，随手丢在了地上。典狱长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他没有再动手，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再次抬起手腕上的虚拟屏幕，似乎在查询什么东西。这一次屏幕上弹出来的内容好像和刚才的完全不一样。我看到他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他的瞳孔肉眼可见地缩了一下，他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不再是单纯的冰冷，还多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惊疑和审视。他一字一顿，用一种比刚才还要机械却又带着一丝颤抖的语调重新念出了屏幕上的信息：紧急更新档案 S 级罪犯记新词 S 级，听起来还挺高级的。周围的囚犯们已经从震惊变成了惊恐，看我的眼神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名状的怪物，纷纷往后退去。典狱长没有理会他们，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我的脸上。罪名，他顿了顿，好像在确认那一行他自己都不敢信的文字：屠戮修真位面天道执行人记新词。我挑了挑眉，这罪名倒也挺贴切，毕竟我确实把那个冒牌天道连同他的信徒们一起当烟花给放了。看来我离开之后，那个世界发生了些我不知道的后续。典狱长放下了手，那张长得和唐继月一模一样的脸上第一次也是破天荒的挤出了一个极其僵硬的弧度，那或许可以称之为笑。欢迎来到，他看着我缓缓开口，第7星际监狱天道弃子的收容所。天道弃子的收容所，这6个字像一把钥匙，解开了一直盘旋在我脑子里的所有谜团。所谓的传送错误，所谓的炮灰剧本，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放逐。周围的囚犯们看我的神情已经从惊恐变成了敬畏，他们退得更远了，好像我身上带着能传染的瘟疫。典狱长，或者说顶着唐继月脸的女人，放下了手腕上的屏幕，她那张冰封的脸上裂痕正在不断扩大。S 级罪犯有权保留个人物品。她的话音依旧平直，却少了几分机械，多了几分说不清的复杂，但必须接受最高级别的监管。跟我来，你的监区在最底层。他转过身，这一次没有半分强迫的意味。我跟在他身后，穿过厚重的合金门，走在一条纯白色的金属长廊上。天道是什么？我开口问他，是所有位面都要遵循的底层逻辑，是最高规则。他头也不回地答道：我们这些弃子是规则无法兼容的错误代码，而这座监狱就是回收站。那你呢？我盯着他的背影，你也是错误代码？他的脚步顿了一下，我不是，我是管理员。他侧过头，那张和唐继月一模一样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或者说一个活着的墓碑，编号734，来自一个已经被格式化的世界。我们所有典狱长都是被抹除的世界里主角的失败投影。这张脸是我永恒的囚服。我懂了。他
她不是唐继月，她是某个故事里本该成为唐继月的女人，可她的剧本崩了，世界也没了，她就成了这里的看守，日复一日的看着和她一样失败的角色被关进来。所以，我所谓的系统，只是天道的一个低级程序，是她重新迈开脚步，一个负责引导、修正，并在必要时清除错误的工具。尸海里的系统吓得瑟瑟发抖，连一个字都不敢再说了。我忽然笑了，笑得特别大声。典狱长停下脚步，回头看向我：“你笑什么？”我笑我上个世界还费尽心思陪你们演戏。我看着他，早知道杀青这么简单，我第一天就该把原子弹扔到你们宗门头顶上。典狱长的身子机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我们走到了长廊的尽头，那是一座巨大的环形监牢，深不见底，每一层都关押着各式各样的弃子。你的监区在最下面，他指着深渊的中心，那里有一个悬浮的平台，那里是关押 S 级罪犯的地方。我站在原地没动，我不喜欢住地下室。典狱长皱起了眉，这是规定，规定是用来打破的。我从储物戒里掏出一枚白胖的原子弹，在手里掂了掂，就像你们的玩具警棍一样。典狱长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手腕上的屏幕疯狂闪起红光，尖锐的警报声响彻了整个监狱。警告，检测到高危能量反应。警告。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开了口。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打开监狱大门，让我出去；2，我把这里变成第2个被我屠戮的世界。他死死盯着我手里的原子弹，又抬头看向我：你出不去的。他的声音干涩的不行。天道之外是无尽的虚空，你会瞬间被撕成碎片，那就在碎片里看一场盛大的烟花也不错。我做出了准备投掷的动作。等等，他急忙喊出声。他看着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挣扎。他不是在怕死，一个活着的墓碑根本不会怕死。他在犹豫，是该维护这永恒的规则，还是亲眼见证它的崩塌。你想要什么？他开口问我。我收回了手，把原子弹放回了仓库。我只是想告诉那个所谓的天道，我不是什么错误代码，也不是什么弃子。我抬起头，仿佛能穿透这层层叠叠的金属，看到那至高无上的规则本身，我就是我自己的剧本。说完，我转过身，朝着来时的路走去。典狱长没有拦我，他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我的背影。尸海里的系统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声音里带着哭腔：宿主，你要去哪？去哪？我一步踏出监狱的大门，身后是无数囚犯疯狂的呐喊，还有典狱长复杂的注视。我站在冰冷的新空间里，看着眼前这座巨大的白色回收站，当然是去写我自己的大结局。我从仓库里拖出了那12颗原子弹，还有那把引来了天道的上古神器，还有我所有的粒子炮、激光枪和那名机器人。我把所有的武器都连接到了那把剑上。我要用这个修真世界的神器当撬棍，引爆这个科技世界的监狱，让规则和规则互相毁灭。宿主，不要这样，我们都会被格式化的。闭嘴！我轻声开口。你不是一直想看我走剧情吗？现在最终章来了。我举起剑，所有的能量都汇聚到了一点。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修真界，看到了那群为了虚假希望自相残杀的师门故人，看到了唐继月临死前那茫然不解的脸，真是无趣。我闭上眼，狠狠挥下了剑。我是故事，而你是我在无数个崩坏世界里唯一想要写下的圆满结局，而我的结局必须由我自己来写。